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这几处长痣的人财运遭到破坏，很难发大财。志向其实跟面相都差不多，能够传递一个人的命运相关信息，但是痣所长的位置很重要，位置不同也代表着人生机遇的不同。有的痣长得好，颜色好，就会有好的机遇和财运。相反，如果痣长的位置不好，颜色比较深沉，那么可能就会遮挡其财运，一生恐怕很难有所积蓄。一起来看看那些遮挡财运的痣都长在什么位置。一、左边夫妻宫有痣。相学中的夫妻宫指的是从眼角到太阳穴处的位置，又被称作是奸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夫妻感情以及婚姻幸福指数。通常夫妻宫平滑干净，没有什么恶疤或者痣的，属于好的面相。不仅夫妻感情好，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，而且在职场中也有着不错的收入。但假如夫妻宫有痣的话，则此人不仅婚姻运势不佳，财运也会受到影响。通常右边夫妻宫长痣的人容易招惹烂桃花，会有出轨劈腿的事件发生。如果是左边的夫妻宫有痣的话，表示此人的财运不济，一生当中很难遇到生财的机会，日子过得有些艰辛，即使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收获也不多。二、印堂有痣。印堂又被称为命宫，在相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印堂开阔平滑干净，没有疤痕和痣的人，大多心胸坦荡，眼光长远，胸有大志，具有领导风范。如果印堂痣遭到破坏，有什么疤痕或者有长痣的话，对财运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，表示此人的财运被遮挡。有的严重的还可能会经常破财，即使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赚到一些钱，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守不住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因此这种面相的人日子也是过得有些清贫，很难有机会发大财。三、鼻准头有痣。在相学中，而鼻子下面的部分包括鼻翼、鼻准头，被称为财帛宫，掌管着一个人的财运。通常鼻准头生得圆滑干净，有肉包裹之人，很有好的福气和财气。但如果鼻准处有痣，并且痣的颜色特别深沉暗淡的话，表示此人财运受阻，无论自己再辛苦努力，也很难得到相应的回报。有这种痣的人，虽然性格较好，能力也不错，却很难能遇到给予自己帮助和支持的伯乐。再加上财运不佳，所以即使自己付出的很多，也很难有多少钱。四、鼻翼有痣。鼻翼在相学中表示着一个人的财库，如果鼻翼生得饱满圆滑的话，表示此人财库丰盈，财运很好，而且这主人的偏财运也特别好，能够通过投资赚大钱。但如果在鼻翼部位长有痣的话，预示此人的财运有所遮挡，常常都会遇到一些破财的事情。尤其是男性的鼻翼长有痣的话，更是代表财路受损，即使很辛苦的劳作，恐怕也很难有赚大钱的机会，因为他们就算赚了大钱，也被他们给挥霍掉了。这种之前的人不会计划，赚多少花多少，所以手上没有多少钱。五、耳垂有痣。耳垂在相学中代表一个人的财运和福气，通常耳垂长得厚大饱满的人，福气深厚，心存善念，为人正直善良，终有福报。如果耳垂部位长有痣的话，就是财运遭到了破坏的意思。虽然其人头脑聪明，赚钱能力也很强，赚的钱也不少，却往往守不住财，即使赚了钱，也会被自己挥霍一空。如果是男性的耳垂有痣，大多数会把钱财花在女人的身上，这种志向的男人看人只看表面，容易轻信他人，从而被骗取钱财。六、额头有痣。额头在相学中被称为天庭，如果天庭饱满，表示此人一生事业发展顺利，收获丰厚。如果额头宽大红润，其人一生运势较好，仕途多交。但如果额头上面长有痣的话，表示财运遭到了破坏，仕途不顺，很难发大财。就算你的家世再好，也经不起你的破败。这种志向的人一生坎坷不平，还常有破财或者是被骗的事件发生。即使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无奈财运不济，做什么都很难获得丰厚的收益，所以想要发大财有点难。而如果痣长在这几个部位，则赚钱能力超强。可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痣，只是多少不一样，所长的地方也不一样。痣的好坏可以分为多种，
但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，那就是好痣与坏痣。有的人也会为了美观就跑去点痣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有些痣真的是不能点，因为那是你的财运和运气。如果你把它点掉了，你的财运也会跟着被破坏。一起来看看哪些部位长痣，赚钱能力超强。1. 太阳穴上有痣。太阳穴在相学中被称为迁移宫或驿马宫，代表一个人的旅途、远行、升迁以及移民等等信息。如果说这个部位有了大的伤疤，或者是颜色发黑的恶痣的话，那就表示他们的运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尤其是经常在外面跑生意的人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，收入甚微。但如果这个部位长的是颜色有些红润的小痣，那就算是吉痣，是吉祥之兆。有这种痣象的人聪明能干，事业心很重，通常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在职场或生意场上站稳脚跟，闯出一片天地。再加上他们财运很好，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，赚钱的能力自然也是厉害，一生不缺钱财。2. 颧骨有痣。颧骨在相学中是代表着权力和威严，而女人的颧骨除了代表权志以外，同时也还能从颧骨看其老公的一些信息。如果说颧骨轻微有些凸起，并且有肉包裹，颜色红润，也没有任何疤痕破坏的话，那就表示此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权力，能够有较高的收入，而且人脉资源极好，能够得到贵人的扶持和帮助。那么在颧骨部位长痣，并且痣的颜色是黑亮而不是灰黑的，这种人一般财运都非常好，做事情比较容易赚钱，不会因为钱财而犯愁。他们聪明能干，反应快，又具有经商头脑，善于交际，一般都有好的人际关系，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3. 鼻头有痣。鼻子在相学中是财帛宫，也是财库，主管一个人的财富，同时也能通过鼻子来了解其人的财运状态以及赚钱的能力等等。鼻梁高挺笔直的人一般正财运较好，可以通过工作获得到相应的回报，而不是靠一些额外收入。鼻头长痣的人也是属于赚钱能力一流的人，财运好，能力强，遇到困难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去解决，并且从中获利。这种志向的人很会做生意，口齿伶俐，擅长社交，人脉资源好，再加上头脑聪明，很适合自己创业经商，一生不会缺钱花。4. 眉中藏痣。眉毛在相学中代表兄弟宫，虽然没其他部位重要，但也能通过眉毛来了解一个人的运势以及命运。眉毛顺滑而又浓密者，通常运势都不错。那么眉毛的中间有痣，有眉里藏金之说，无论男女都非常聪明能干，具有大智慧，赚钱能力一流。因为眉毛里面长的痣是暗痣，古代志相学中有说，暗痣比明痣要好，有暗财的意思。那么眉毛里面有痣，也就代表此人正财偏财都被别人略胜一筹，一生不缺钱。5. 下巴有痣。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田宅宫，在古代是跟田地住宅有很大的关联，在现代的话则代表动产和不动产以及财运和运气等等。下巴长得圆润饱满的人一般都有较好的运势，尤其是偏财运方面，总能够受到意外之财。下巴长痣的话，则表示此人财路宽广，运势较好，赚钱门路很多。他们大多数家境优越，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又能够得到父母长辈们的支持和帮助。这种志向的人财运好，能力强，不仅正财进账快，偶尔还会有一些意外之财到账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大多都是富裕的。6. 头顶有痣。头顶上长痣是长在头发里面的，也称作是暗痣。长在头顶的痣是发财痣，也是贵人痣。有这种志向的人比较少，也不太容易被发现。这种志的人聪明伶俐，能力强，财运也好，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什么工作，都可以赚取到很多的钱财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他们不仅自身厉害，赚钱能力超强，身边还有贵人相助，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，使他们的事业进展顺利，工作职位升迁很快。男生女相必富贵，女生男相更贵气，究竟有何说法？在如今这个社会，
当我们看到一些长相比较好看的男生，都会称他们为小奶狗、小鲜肉等等。这种男生不仅颜值高，而且性格也极好，他们往往都有点小女生，深受异性的喜欢。但同时也有些男生因为长得太过女孩子而被大家吐槽，但长相都是父母给的，我们不能说什么。就像我们说的男生女相，人们都说这种长相必富贵，为什么呢？它有什么特征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一、男生女相必富贵，为什么？所谓的男生女相，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长得有点接近女生。想必大家应该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男生吧，只不过没有细心观察罢了。一旦观察到了，就会被人不断议论。其实这种长相是一件好事，他们既有女性的柔美，又有男性的阳刚。这种面相的人大都是富贵命。二、男生女相有什么特征？一、声音。若男生的声音接近女生的话，那就可能不太招人喜欢，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娘娘的，让人一听就不想做朋友。在面相学上，男生若是长得太像女生的话，说明这个人的命运不怎么好，尤其是对于家庭来说十分不利。二、眉毛。眉毛是我们一眼可以看到的部位，若男生的眉毛像月牙似的，就会给人一种秀气的感觉。但印象中男生的眉毛应该是浓密而黑，男生若是弯月眉的话，那说明这个男生在学习和工作上都十分认真小心，不会从事什么大事业，在事业上没有什么作为。三、手型纤细。手型纤细一般是用来形容女孩子的，印象中男人的手大都应该撇阴黝黑的，若是有男生有这种手相的话，那都是比较有想法的，做事情很有主见，但也有些固执，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意见，因此常与人发生分歧，不怎么得到同性的喜欢。四、面部胡子少。胡子代表一个男生是否成熟，到了一定时期，男生都会长出胡须，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男人魅力。但是男生女相的男孩子胡子都很少，男性特征不明显，这种人一生的命运会比较坎坷，会遇到许多困难的事情，在事业上也总遇到波折，就算家庭条件再好，也会有敛财的表现。五、嘴巴。这种面相的男生嘴巴薄而小，常给人一种薄情寡爱的感觉，在女生心中都不喜欢这种男孩。从面相学上，有此特征的男生一生是非很多，不确定是否薄情，但一生都特别辛苦，一直到了中晚年才会稍微好一点。六、动作女性化。这种特征的男生一般都不容易得到女生的喜欢，他们举手投足间就像女生般，通常都是身体方面不太好，有着女性的娇柔，性格方面也会比较像女孩，多愁善感。其实除了上面所讲的特征外，有些面相特别像女生的话，就是典型的富贵相。这样的人一生不会遇到什么波折，而且贵人众多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，也算是一种有福的面相。男生女相富贵命，那么女生男相又如何呢？民间一直有种说法，女生男相更为贵气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女生长得偏向于男相的话，运势就会更旺盛，能够在事业、财富、积极、健康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有没有哪些依据呢？具体来分析一下吧。一、女生男相有哪些特征？一、额头宽广。相对来说，男性的额头会更为宽广一些，所以对于女生男性的朋友而言，额头要更为饱满宽阔一些。二、颧骨高耸。女生长相更为温柔柔和，颧骨会较为平坦，所以女生男性的朋友在这方面会更像男性，就是颧骨高耸，轮廓更为明显。三、鼻大肉厚。女生的鼻子长得更为小巧，女生男性的朋友这方面会大有不同，鼻子很大，而且鼻叶两侧的肉很厚实，给人一种敦厚的感觉。二、女生男相为什么贵气？一、事业方面，这类女性做事更有魄力，能够承担更大的压力，事业心很强，不会将家庭放在主要地位，在工作中交际能力很强，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，实现利益最大化。同时他们个性要强，做事有股永不服输的毅力，从来都不会将自己视作是弱势群体，凡事都想要争抢第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相对于男性朋友，他们对待工作更为细心认真，所以最后事业有成的几率更大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家。二、财运方面，这类女性对金钱有强烈的执念，野心比较大，
绝不满足钱够花即可，而是会通过努力实现财富巨大累积，为今后的人生发展铺垫道路。他们在事业方面做得相当不错，所以正财收入特别可观，偏财运势也不容小觑，总是能够凭借着旺盛的运势获得意外之财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要懂得适可而止，及时止损，千万不要贪得无厌，否则很有可能到了最后栽了大跟头，将所有家产都赔进去。3. 感情方面，感情上这类女性个人魅力十分强大，外形上她们兼具了女性的美丽和男性的英气，所以显得更为好看。内在方面不仅工作能力强，而且谈吐优雅，非常有学识，所以能够吸引到很多异性的注意。桃花运不管是在婚前还是婚后都相当旺盛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类女性事业心很强，不会将过多心思放在谈情说爱和家庭经营这方面，还是应当适当倾注一些心血在个人生活上，这样才能拥有更加美好幸福的人生。4. 健康方面，健康上这类女性的运势还是挺好的，她们性格上更像男性，所以不会多愁善感，比较大气，不会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神经紧绷或是忧愁难过，因此精神上一直都会保持一种很良好的状态。不过在身体上还是应该多多注意，一定要调整好工作和休息的时间，不要太过拼命，否则长年累月肯定会严重损害到身体健康。另外体育锻炼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最好可以每天坚持下来。女人的福报好不好，只要看她这一个地方就知道。一个女人的命好不好，从言行举止就可以看出来。人的举止、服装、语言、动作都会暴露一个人的品味、身份。像禅师说的，不需要开口，走几步就知道你的境界几分，伪装不得。古人有一句话，女人应该要把男人培养成圣贤，而不是培养成垂涎女人肉体的禽兽。这句话不够文雅，却是很真实。女人要内敛，要保守，一个女人决定一个家族的兴衰。越内敛的女人福报越大，也是藏得住的女人。肾精不足往往坐不住，也就是没有耐力。女人肾精不足容易往外跑，坐不住，在家里就待不下，这是不好的。可以说身体的状况决定一个人的素质和命运，能藏得住的女人都是内心很稳的，很沉得住的。好比保险箱和皮包不一样，保险箱是不动的，皮包是动的。保险箱藏的是宝贝，皮包藏的都是暂时的用品而已。福报大的人有个明显的特征，就是禅定，不容易被八风吹动，也不容易紧张拘谨，态度是从容淡定，这些都是禅定。没有福报的人坐不住，色身都不清净的人是很难开发智慧的。有人看到名车，得不到名车就为此痛苦，那就说明这个人的福报最大也只有名车那么点大，心量也就只有这个名车那么大，因为这个名车就能转动他，让他心动。福报超过这个车，他会觉得名车不怎么样，名车不能引他心动。福报超过海滨别墅，他也就会觉得别墅也不怎么样，别墅不能引他心动。有时候嘴巴损福报，一个家庭中如果女主人的嘴巴不好，这个家庭是很难兴旺的，要留口德。有人说我又没有杀生，又没有犯偷盗，只是嘴巴讲讲而已，能损这么大的福报吗？其实忽略了嘴巴讲是从心起，心念一起来就传给了整个宇宙了。古代有一个故事，有户人家很穷，一天灶神告诉他们说你孩子以后是状元命，结果这个家庭妇女嘴巴不好，就说我儿子要当官呢，那些欺负我的人我都要报仇。因为这句话，他当天晚上梦见灶神跟他说，因为你的恶语，你儿子的状元骨已经化成了乞丐骨头，这是警告。很多人去找工作或者结婚，看重的都是钱财。为什么会看重钱财呢？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贪图享受，不肯受苦。从小你家人就会教你，如果你是女的，他就会说要你嫁给有钱的人。福报自哪里来？一个人的福报来自哪里？来自你有钱的丈夫吗？还是来自你有钱的老板？都不是，来自自己。很多人觉得我就等着嫁个有钱人，找个赚大钱的工作，或者突然正财，我就享福报了。这说明对方的无明，因为无明才觉得福报是外来的，是天上掉下来的。
是不小心碰到的，福报来自自己的努力。现在人很奇怪，比较喜欢享受，不喜欢吃苦，工作一样，生活一样，婚姻也一样。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是贫穷的。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贫穷。第一个，如果看不起钱，仇恨财富的人，仇恨有钱人，他也会贫穷。第二个，这个人很懒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他一样会贫穷。一个人富有的原因，他内心很富有，很知足，很懂得珍惜，慢慢的上天会给他福报。因为上天给我们任何一样东西，哪怕是高贵如钻石，看起来低贱如野草的，都是让我们珍惜的。告诉大家为什么楼兰会成为沙漠，因为人们太不懂得珍惜了。一个不懂得珍惜的人，上天连野草都不愿意布施给他，所以只好成了沙漠。所以要懂得珍惜上天给的每一样东西，这样才能富有。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想着享福，羡慕享福的人，然后又不肯去努力做事情，这样的人就会导致贫穷。福报来自前辈子努力培养福报的，同时珍惜福报的，心中挂碍着我要享受福报，所赚来的都享受完了，那么不仅这辈子穷，下辈子一样贫穷，因为没有福报留给下辈子了。古人讲究老来福，就是老了来享受福报，因为老了身体不行了，再受苦就是苦上加苦了。年轻时受苦没关系，体力还好，承受得住，可是现在人颠倒了，寅吃卯粮，年纪轻轻就惦记着享受福报，老了就凄凉了。比如说孔子说30而立，为什么30岁要而立，要成家立业呢？30岁了，人生应该有个目标，要努力，这种努力就是积累福报，为老年做积累。年纪轻轻的，不要惦记着我要享福，不要去羡慕别人，你看他过得多好啊，老公多好，孩子多好，婆婆多好，又有钱，不要去这样子。人家会好，那也是他培养来的福报。一个人能拥有一个东西，自然有他的德性和福报在感召。不能拥有，只能说明德行和福报不够，但是培养福报在哪一辈子都是适用的。我们的福报都是我们自己积累的，来自善心、善行和积极的努力，还有我们的言行举止。福报是由自己的内心而来的，而不是随便做一件善事，表面应付一下就算是有福报了，是要真心诚意发自内心的。那么通常情况下，有福相的女人长什么样呢？一、鼻梁偏低会嫁得好。鼻为夫星，主婚姻、权力及财运地位。若女子的鼻子生得好，就会嫁得好，并增强丈夫的运势，使其事业顺利，财运亨通。虽说鼻梁低的女人有帮夫运，但鼻梁亦不能太低或太扁。而枕头即鼻头圆润有肉，代表正财鼻，可依靠个人努力以达至事业有所成就。二、鼻子高挺，能够因夫帮夫。女子拥有挺直、鼻头丰隆和鼻翼饱满的亮鼻相，多半很有贵气，有少奶奶命。就算学业不是很好，也不见得没出息，因为凭其自信与干练，事业亦会有所收获。再加上鼻梁无痣及鼻孔不露之福相，能够因夫帮夫，丈夫多为生意人，从事买卖行业或专业人士。三、面型圆大，愿意付出。面型圆圆即田字脸，额头偏方形且腮首突出，同时脸颊丰腴有肉，脸型方正带圆。这种女子心胸宽广，广结好友，又乐于助人，细密的心思可帮丈夫渡过难关。若丈夫没有工作，她会热心为其安排。无论如何，田字里的女人愿意付出的比别人多，只要娶到她们，就等于同时拥有一般真心好友。四、下巴丰满，帮夫有运。相书有言，丰额重仪，旺夫兴家。意思下巴丰满且有双下巴的女子属于帮夫面相中的福相。下巴长得圆满的女子容易相处，善解人意。下巴圆润有肉者属享受型面相，有领导才能，受人拥戴，对丈夫事业非常有利。此外，腮骨最好有点显露，但非突出那种，要有肉包住才好。这种女子为妻，丈夫会非常幸福，因为她们是标准的贤内助，相当体贴、开朗大方、温和敦厚，是可以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。五、耳珠大，
衣食无忧。大大的耳珠自然是好命不怕运来磨，由此而生的女子，金钱运、朋友运及帮夫运均相当不错。待人宽厚，有趣的丈夫、子女会体谅其心情。所谓有福音又有人缘，家人一定能接受到她的福气，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从发际线看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如何？发际线就是指我们的额头与头发之间的线，有的人发际线凌乱，有的人发际线呈 M 型，有的人发际线方正，有的人发际线圆润，有的人发际线低矮。每一个人的发际线都各有特点，然而不同的发际线其实暗示了不同的性格。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讲解。一、发际线凌乱，额头代表早年运。发际线凌乱，好像很多头发如针刺一般刺入额头，这就代表该人儿时家境普通，小时候较多波折。发际线呈 M 型，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很多中年男士发型，属于典型的用脑过度、消耗神经血后的状况。其人分析能力强，做事沉稳，少年脑成，但注意过度秃顶或者由头顶中间开始谢顶者不在此列。三、发际线方正，这样的发际线通常以男性为主，方、高、宽、平是这种发际线的主要特征。大家根据这个形状就可以以方正一词来断定这个人做事务实，规则性强，思路清晰且逻辑关系强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老梁、王刚等都属于这种发际线。四、发际线圆润，这样的发际线通常以女性为主，圆代表圆润，这样的女孩性格较随和温柔，只要额头不特别高耸，通常来说不会有强势的铁娘子作风。话说回来，如果女性有了一个方正的发际线，则带有阳刚之气，是比较典型的女代男相了。五、发际线低矮，即发际压眉。前文说过，额头代表早年运，发际线较低必然导致额头面积小，则此人早年运势必然波折，学业能力和思维能力也较差，也会对后面的运程造成较大的影响。六、美人尖，美人尖是指发际中间有一个尖，使左右两鬓对称，呈弧形。所谓金鸡啄印堂，少年走茫茫。拥有美人尖的朋友，往往少年独立较早，或者非常早离开父母独立生活，步入社会的时间也较早。大家可以结合周围有美人尖的朋友看看，这个概率非常之高。除了通过发际线看运势外，从头发特质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。一、头发稀疏的面相。头发稀疏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肾气过度发散，包括用脑过度或多淫纵欲；二是肝气过盛导致。头发稀疏，秃发者机智，脱发且天天饱满的人通常智商较高，善于动脑，反应快，决断迅速，较会赚钱，通常亦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发秃主智力过人，精于算计，一般不喜体力劳动，懒于做家务，以脑力劳动者居多。二、头发疏而秀的面相。头发宜偏疏，不宜过于浓密。头发疏秀者聪明伶俐，头发疏秀而润泽的人，性格忠贞，资质聪颖，办事认真，一丝不苟，善于理财，有名有利，如加上眉清目秀，功名有望，多为富庶之人，但意志力不够坚强，经不起挫折考验。三、发际线过低的面相。发际线在面相学称作火星，这里的男人代表事业前途，女人代表夫与娘家。发际线过低代表男人前途受阻，不容易有贵人帮助，做事没有远见卓识，目光短浅；女人则嫁不到贵夫，出嫁后娘家不发达。四、头发黄的面相。东方人以头发黢黑为佳，头发黑而发亮代表肾气充足，智力高；头发黄色浅则早年智力不高，读书学习成绩不理想，很难考入高等学府，成年后做简单的工作，不能参与高智商的创作研发。在恋爱方面简单而热情，知道体贴自己的爱人，没有过多的心机。五、头发枯黄的面相。头发枯黄没有华彩，这是肾气先天不足的表现，代表做事冲动而欠考虑。头发枯黄的人做事有始无终，不能坚持到底，意见与思迁，也容易遇到困难险阻而事事不顺，事业不容易成功，多一生辛劳多灾。
借易行夫克妻，在情路上多有不顺。6. 头发黑而亮泽的面相。头发黑而亮泽，肾气充足，智慧高而长寿，宏大周易。头发黑细如丝且光泽的人，生性活泼，气质优雅，精力旺盛，富有冲劲与斗志，具有高超的沟通能力，多幸运，易成功且生命力强。7. 头发旋而过多的面相。发旋位于头顶正中央者，运势可顺利发展。发旋偏于一边者，天生的境遇不如人意。有2个发旋者，体质虚弱，性格易变。发心旋多于2个者，早年运不佳，也发生凶灾不如意事。头发黄色而有发旋在两边者，主出凶祸伤灾。8. 头发粗硬的面相。头发粗硬的人性格简单粗暴，个性强，宁死不肯服软，所以头发粗硬者劳苦，并且一生运气不佳。头发粗硬的人通常体格强健，脾气刚燥，个性粗野，心急冲动，顽固强硬，做事积极，有行动力，忍耐力强，不肯服输，有典型男性化的气概，有谋生技能，但个性孤僻，性克长辈，命运较劳苦。9. 头发参差不齐的面相。头发生长不均匀，有的地方挺起，有的地方柔弱，这是发次不均的面相。大多性格骄纵，情绪犹豫不定，喜新厌旧，做事缺乏恒心，难于贯彻始终，经常变换职业，事业事倍功半，且虚荣心强，矫情好色，纵欲固执，亦有凶恶暴力的犯罪倾向。10. 头发浓密的面相。头发过于浓密是肝气过度的表现，做事欠缺考虑，处事简单。头发多而浓密厚实的人，性格迟滞婉语，家庭渊博，易散他乡，一生奔波劳碌，烦恼贫穷，易官非缠绕，纵欲易防，多发血旺，易好色贪淫，较不利父母，易行克长辈。11. 发际线偏的面相。发际线偏代表早年运程不佳或者行克父母，发角参差不齐的人，早年行克父母，对父母的健康有不良影响。男子发角左偏克父，右偏克母；女子发角右偏克父，左偏克母。12. 少白头的面相。如果是便便的少年白头，则早年运势阻滞，或者生活过于辛劳。青少年头发早白的人，多是身体状况不好，血虚而头发先白，要小心健康出问题，而导致寿禄不长。少年就长白发的人还易行伤父母，男子左边白发多防父，右边白发多防母；女子左边白发多防母，右边白发多防父。13. 头发卷曲而粗硬的面相。性格暴躁而执着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一生多灾多难。头发卷曲者脾气暴烈，头发自然卷曲的人个性较为倔强，充满活力，颇带冲劲，脾气暴烈，独断专行，多为武直，爱管闲事，也多好色，人际关系不佳，一生易犯伤灾，但行动力强，大多能富足生活。14. 鬓角粗硬的面相。鬓角的头发向两边挺起，粗硬有力，这是性格暴躁的表现。做事急促而简单，不知道回头，事业方面偏于自己的意见，听不进他人的意见，往往知错不改，感情方面一意孤行，不会读取对方的意思，曲解误解爱人的心思，一生生活为中低等。15. 头发细而软的面相。个性温和，富于幽默与智慧，做事有始有终，但有时原则性不强，易于顺从他人。头发细软者感情丰富，富于人情味，知道体贴对方，思想细腻，夫妻恩爱，人缘甚好，多学多艺，有创造力，都是文人雅士和艺术家，大多命运平稳，家业丰足，但胆小多变，容易消极，且身体不够硬朗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，祝大家生活美满，家庭幸福，下期再见。